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我们的 DNA 无法改变，却受到了饮食生活急剧变化的影响。没有人能够完全适应这种变化。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提升人生品质的最快速、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就是改善饮食质量。今天我将解读南京贵先生的40岁开始不应该吃的会导致疾病的食物。虽然本书的书名是关于40岁以后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但无论您现在多少岁，执行这本书的内容都有可能改变您的人生。今天的内容如下：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当前日本异常的糖尿病患病率；其次，介绍2种不宜食用的恶魔食物；最后解释注意饮食就是对自己的投资。那么，让我们马上来解释一下日本当前所面临的情况。现在的日本处境十分危险。作者说的危险，并非随便说说，而是基于客观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厚生劳动省已经正式宣布，日本现在的悲哀现实是，5个人中就有1个人患有糖尿病或处于疾病的前期阶段。虽然糖尿病现在被归类为一种生活习惯病，但过去曾经被称为富裕阶层的奢侈病，因为在饮食丰富的富人中更为常见。然而，近年来情况并非如此。相反，糖尿病更多地影响了贫困人群，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多的国家，暗示着该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存在问题。如果有500人聚集在一起，其中就有100人患有糖尿病或处于疾病前期，这个比例令人非常担忧。糖尿病并不是一种轻易患上的疾病，即使是每5人中就有1人患病的发病率，也能够看出日本目前处于相当异常的状态。不仅如此，日本也成为生活习惯病的典型代表，癌症的患病率也很高，男性有60%，女性有45%的概率患上癌症，每3个人中就有1个人死于癌症。癌症成为了日本人的主要死因之一。此外，有1半的日本人患有某种过敏。虽然这也不容易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但1半的国民患有过敏绝非寻常。更重要的是，这些过敏大多是针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质和食物，而非特殊物质。我们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些都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带来的现实，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每年接近40万亿日元。刚才提到的数字已经足以让人感受到一种异常情况正在不断发展中。然而，厚生劳动省对于消灭糖尿病等生活习惯病的具体方法，遗憾的是并没有过多的提及。换句话说，国家并没有提供转变方向的策略，就像只是静静的等待一样。而解决生活习惯病本身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习惯病的根源就是生活习惯。所以在不改变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即使是名医也无法治愈由此引起的疾病。生活习惯病是由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希望过上充实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下决心改变自己。患有糖尿病或患病前期的人，如果他们想要恢复健康，除了自我改善生活习惯外，别无选择。那么，生活习惯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据最重要部分且与健康直接相关的，无疑是饮食习惯。过度饮酒、吸烟以及睡眠不足对身体有害，这是常识，而我们必须改变这些。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原因，人们似乎意外地忽视了日常饮食对身体的影响。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已经开始面临由生活习惯病导致的医疗费用增加的严重问题。这一问题威胁到了财政稳定，并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以探寻疾病治疗不彻底的原因。著名的麦格文报告总结了这些调查结果，在1997年的发布时，已经得出结论，像癌症、心脏病、中风等生活习惯病是现代时生活引发的食源性疾病。这是食物与疾病关联首次公开明确的里程碑式报告。当时曾担任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麦戈文在报告中指出，
多年以来，美国人的肉食为主的不良饮食习惯导致了各种慢性疾病的出现，而药物无法治愈这些食源性疾病。他建议美国人应该改变以往的饮食习惯，转而采用以蔬菜为主的饮食生活方式，因此遭到了养殖业者等人的强烈反对，最终下台。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但在这份报告的影响下，美国全力改善饮食生活，结果过去20年间，癌症死亡率减少了22%。与此同时，日本在1977年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的平均寿命，男女的平均寿命都在稳步增长。然而，所谓的健康寿命却意外的较低。当从平均寿命中减去健康寿命时，男性为9年，女性为12年。这个数据表明，许多日本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10年左右处于不健康状态。现在的日本人在社会中贡献并健康的生活的时间远比想象的要短。问题在于，当退休并开始生病时，这些人可能无法像现在这样享受到医疗的关照。目前，日本医疗费用的约55%，大约40万亿日元，被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所使用。今后这一比例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年轻人承担医疗费用的数量越来越少。随着劳动人口减少，日本正在逐步步入老龄化时代，这意味着年轻人的减少，而老年人的负担将急剧增加。这将迫使今后人们将可能无法获得相同水平的医疗服务。年纪大了并不意味着就不会生病，这是不可能的。不能因为自己没有糖尿病就觉得安然无恙。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更加重视，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我们本应该能够更长时间地保持健康，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因此，我们应该立即检讨并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每个人都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这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些不应该在外面食用的食物，并详细解释这些食物为何应该避免。不宜食用的第一类食物是白色恶魔三兄弟。尽管它们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被认为是常见的食物，但实际上它们是我们不应该食用的食物。其中一个代表就是白色恶魔三兄弟，即白米、白面粉等经过极度精制的碳水化合物以及白砂糖。这些都是所谓的简单碳水化合物，其特点是虽然含有热量，但几乎不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它们被称为空卡路里，因为其热量含量很高，但却没有任何重要的营养素。摄入这些食物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这一点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到。那么，当我们摄入这些空卡路里后会发生什么呢？这些热量会被分解成葡萄糖，然后被吸收到血液中，导致血糖水平升高。要将葡萄糖转化为能量，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然而，由于这些食物缺乏营养素，因此需要从其他食物中获取所需的营养素来补充。这不仅会使血糖水平急剧升高，还会导致营养素的浪费。这也是简单碳水化合物的问题所在，也是糖尿病的第3个原因，可能导致铬的缺乏。葡萄糖并不总是可以随时被细胞吸收的，细胞表面有类似门的结构，以防止过多的葡萄糖被吸收。铬就像是这扇门的钥匙，起着打开门的作用。举个例子，当我们摄入白砂糖并将其分解成葡萄糖后，细胞需要铬来吸收葡萄糖。然而，铬并不总是能够充分地从其他食物中摄入，这意味着如果缺乏铬，葡萄糖就无法被细胞吸收，而会停留在血液中。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血液中的葡萄糖就会开始腐败，这对身体非常危险。因此，身体会通过尿液将多余的葡萄糖排出体外。这种情况在糖尿病患者身上尤为突出。实际上，无论是大米还是小麦，如果不经过精致处理，它们都是重要的健康食品。它们含有丰富的铬等矿物质。然而，一旦精制成白米和白面粉，它们就成了不含铬等其他营养素的空卡路里食品，即简单碳水化合物。
这些简单碳水化合物会像白砂糖一样在体内起作用，因此也不应该摄入。白色恶魔三兄弟之所以不宜摄入，还有其他原因，因为它们消化迅速，短时间内被迅速吸收进入体内，所以摄入后会迅速提高血糖水平。为什么不能让血糖水平急剧上升呢？这是因为在人类长期与饥饿做斗争的历史中，谷物成为了主食，而对白砂糖的大量摄入也是近年来的事情。人类的身体并没有适应这种高血糖的状态，因此没有对应急剧升高血糖的系统。虽然胰岛素被分泌来降低血糖，但这只是一种紧急应对措施。胰岛素本来不应该被用于这种方式。接下来，我想讲解一下不宜食用的第二类食物，即工业加工食品等异常廉价的食品。这些工业化加工食品，比如便利店的便当，代表了食材本身质量的低劣，并且需要大量使用化学物质才能生产出来。其实，价格之所以低廉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食用这些食物，显然会让我们的体内充满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进入体内后，要么被分解并排泄，要么直接在体内积累。无论哪种情况，都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好处。这些食品添加剂等化学物质是为了生产商的便利而使用的，并不是为了消费者。尽管使用化学药品和化学物质可以使产品价格更便宜，但这对消费者真的有好处吗？我希望大家能认真思考一下。短期内，确实可以节省开支。比如，当您面前有2个便当，一个使用了化学物质，另一个没有，但前者价格更便宜，您可能会选择前者。这当然在眼下减少了支出，但从中长期来看，这并不是好处，反而是风险。消费者需要意识到，便宜并不意味着好处。如果您考虑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跨度，就会明白这一点。开始食用大量生产的廉价食品后，我们家的食品支出减少了，但我们却承担了完全不同的负担。尽管我们将其称为生活习惯病，但显然对于这种疾病产生最大影响的是饮食习惯。通过意识到这一点，改变饮食习惯并保持健康，我们就不必支付那些医疗费用了。我们是应该选择眼前的便宜，而为未来的高额医疗费埋单，还是应该消除眼前的高额医疗费负担呢？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面对这个问题。接下来，让我们来解释一下不能食用的第3类食物，即外出就餐的杂食。当您去连锁餐厅等地方时，是否注意到菜单上使用动物性食品的肉菜品种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菜品呢？这是因为对店家而言，这些肉菜品非常便利。蔬菜类菜品对店家来说风险较高，受天气影响较大的蔬菜，在采购阶段就无法保证能够得到充足的供应。尽管有高技术水平的厨师可能会改善情况，但进来的居酒屋连锁店中几乎没有厨师技术，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临时工负责烹饪。基本上，除了预先制定的菜单之外，几乎不可能提供其他料理。至于肉类料理，则只需加热半加工的冷冻食品即可出售，因此肉类料理的数量自然会增加，尤其是油炸食品。油炸食品是一种方便的烹饪方法，即使原料质量不佳，只要添加浓郁的调味料，也能掩盖过去。利用廉价的油和减少换油次数，可以相对轻松地降低成本。有些地方甚至使用含有大量有害且廉价的油脂和反式脂肪的酥油。只要愿意，通过降低原料和油脂的成本，油炸食品的成本可以降低到任何程度。这也是为什么店家都纷纷引入油炸食品的原因。你们是否知道肉类炸食品对身体非常不好呢？即使是使用了最新的油，除了橄榄油以外，油炸食品在炸制过程中就会大量生成过氧化脂质。在必须削减成本的外卖连锁店等地方，减少换油次数也是理所当然的。就像秘传的酱料一样，如果处理不当，油料可以连续使用几周甚至数周而不更换，只是不断添加新油，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此外，油本身就是廉价的劣质品，
在这种级别的油中，菜籽油和大豆油几乎都是转基因的。尽管如此，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许多地方使用更廉价的棕榈油。这样一来，炸制出的食品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氧化和毒性物质变化。尽管油炸食品通常被认为不好，但人们可能只是表面理解了过量摄入油脂食物对身体的不利影响。有些人可能认为只要不吃太多就可以了，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居酒屋连锁店里吃炸食品，就像是在冒着生命危险食用强烈有毒物质一样。我希望大家都能有这样的认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最后一条内容，即注意饮食就是对自己的投资。我将重点说明意识的改变是首要任务，并希望您能认识到这一点。一旦您能够改变自己的意识，即使收入较低，通过一些努力，也能够享受到健康的饮食。改变意识导致行为改变是最好的方法，但也可以先改变行为，比如不要吃便利店的食品，不要去快餐店，不要吃泡面等等。我们不应将饮食视为简单的消费，而是视为对自己的投资。过度食用含有化学调味料的加工食品会破坏体内的矿物质平衡，降低免疫力，同时也会减弱爆发力和持久力，容易患病，身体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效力。这样的人能留下真正的成果和功绩吗？因此，我希望大家铭记，便利店便当、即食品、快餐店以及家庭餐厅的餐饮等只是消费，而不是投资。把钱花在这样的饮食上，不仅仅是消费，甚至可以说是浪费。然而，如果饮食质量高，那么它就是一种投资。作为一种投资，如果没有预期的回报，那就没有意义。自我投资是我们生活中必须重视的第一要务。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如果没有自我，我们就无法认识世界，甚至世界本身也不存在。投资于自我，就是投资于生命的根基，因为只有通过投资于自我，我们才能得到回报。而饮食是这种投资的首要因素。只有通过饮食来提升自我，保持高水平，我们才能创造出下一个资产，这将带来无限的新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饮食质量。我们可能正处于重新定义财富的时代。迄今为止，将财富视为幸福象征的人们，是否真的给予了人们幸福呢？也许我们一直被误导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间，世界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和前进，导致了今天的局面。但这个方向，西方是否真的正确呢？重新审视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裕，然后做出未来的方向决策是至关重要的。当作者解释各种食物的危险性时，有时会受到这样的反应：如果都不吃这些东西，那还剩下什么可以吃呢？作者回应道：这种认为吃的东西会减少，是基于自己不愿改变的前提的。如果我们希望过上充实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决心去改变自己。生活并不只是追求长寿和积累财富而已，否则即使拥有丰厚的财富，也不会感到满足。总之，如果没有健康，我们将无法完成生命赋予我们的使命，自然也无法过上充实的生活。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